怎么了？哦，大人，在下想过了，锦娘若这么贸然离开，会不会太引人注目？不如我们给她戴个头纱，遮掩一下。我府上高手如云，有此必要吗？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大人呢？大人怎么没出来？哦，与大人同行实在太惹人注目，所以大人让我们先行，到宫门口再等他。走。这！ 你们现在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乖乖束手就擒，交出幕后的主使；不然，就等着大理寺的审问。看来是天要我们亡了，我拼了！你也看到了，你上头的人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 你何苦为他们卖命？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。那如果我保证他们的安全，你愿不愿意说出一切？你怎么知道马车有问题的？大人昨天晚上不是吩咐我们4个人一起进宫吗？车夫得到了消息，自然会派2辆马车来拉。但今天外面只有1辆马车，所以我想他们一定有问题。有道理啊。 这明大人在百戏班待着，真是屈才了。有没有想过要入仕为官呢？夜惯了，不喜欢官场的约束。谢大人。哦，可惜啊。敲吧。这是什么？明告官者，必须先滚钉板，这是法律所在。如今你告的是皇后娘娘，必须先受一番罪。你没有告诉我这些。我若告诉你，你肯来吗？我不告了。鼓以敲响，若不告，便是欺君，罪当推出午门斩首。 难道你不想为你相公报仇吗？我想，可我使个仙法，让这钉板伤不到你。好了，去吧。启奏皇上，有冤呐！
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媚娘，长孙大人告你杀了小公主，污蔑王皇后。现有小公主的奶娘锦娘作证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朕就算不信，也只能把你叫来问问。小公主乃本宫的亲生女儿，本宫爱她、疼她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杀她？本宫倒想听听，这人证物证究竟是什么？奴婢就是人证，物证就是七巧玲珑戒指。当初是云儿姑娘指使奴婢仿造了七巧玲珑戒指，也是她要奴婢带着七巧玲珑戒指亲手掐死的小公主。云儿，娘娘，奴婢是冤枉的，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锦娘，你说的这些可有证据？当初云儿找我做七巧玲珑戒指的时候，只有我和我的相公在。可是他现在已经死了，已经没有人知道了。那他教唆你杀小公主的事呢？也只有我跟他知道。这可真是奇怪了，什么证据都没有，就凭你红口白牙、两片嘴皮子一动，就想诬陷云儿嫁祸本宫，这也太容易了吧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你曾是小公主的奶娘，本宫自认待你不薄。今日，你为什么要自认杀死小公主？宁可一死，也要诬陷云儿跟本宫。我怎么可能会死？长孙大人，你不是说过我可以将功赎罪的吗？皇上，您都听到了吧？这不过是有人故意要诬陷罢了。这个锦娘不知道犯了什么罪，有人唆使她来朝堂上胡说八道，而唆使她的人告诉她，这会是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。锦娘，本宫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杀死了小公主，不过本宫告诉你，如果小公主真的死在你手里，本宫就算化作厉鬼，也会把你身上的肉一口一口的咬下来，明白吗？皇上，老臣绝无此意，请皇上明察。那你让锦娘拿出证据来，云儿是怎么让她做七巧玲珑的，又是怎么让她杀小公主的？明春野，明春野，怎么样？赶快进去吧，长孙大人快顶不住了。哦，走。长孙大人，怎么样啊？长孙大人，臣启皇上，老臣还有一位证人。宣证人上殿。草民叩见吾皇。下跪何人？草民原本是3里城外的一个铁匠，从小臂力过人，后来受人唆使，卷进了高阳公主的叛乱中，之前一直被关押在天牢。所有叛乱者都已经被判死刑，因为朕新登基才延后3年处斩。你怎么可能出来呢？是皇后娘娘放我们出来的。娘娘要你们干什么？让我们阻止百官劝谏皇上重审王皇后一案。这分明是在找替死鬼掩饰自己的罪行啊！皇上，臣妾的确做过此事，可是臣妾的初衷是想为女儿报仇。说的真是冠冕堂皇啊！爹，
娘娘还指使你做过些什么事？皇后娘娘得知戏法师明冲眼在查小公主一案，吩咐我们一刻不停地盯着她，还烧了她的百戏班。之后让我们追杀小公主的奶娘，就是锦娘。你撒谎！本宫从来没有让你们做过这些事情。之前我们都是听从云儿姑娘的指使做事，风雨雷都死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但是所有的证据我都有。皇上，这就是我们之前联络的方法。只要找人放飞这只白鸽，无论这只白鸽在哪儿，都会飞到皇后娘娘的甘露殿。来人，奴才在。拿白鸽试试。不用了。臣妾相信这白鸽的确会飞到甘露殿，因为臣妾曾经看过。云儿，本宫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奴婢，皇后娘娘，你想弃车保帅吗？本宫行得正，坐得直，岂容你们如此污蔑？云儿，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，还不快说实话？难道你想跟皇后娘娘犯一样的罪吗？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这一切都是皇后娘娘指使的，奴婢不敢不听。如果不听的话，奴婢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。你这个贱婢，居然也敢如此诋毁本宫！娘娘，事到如今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你还想否认吗？皇后娘娘，这个时候装疯可没有用啊！本宫一向敢做敢当，何须装疯？你有证人，本宫也有。你以为就凭你几句话，就想置本宫于死地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媚娘，那你的证人呢？回皇上的话，我的证人就是玉麒麟。他？臣妾一直觉得小公主死得蹊跷，身为母亲，不能将凶手捉拿归案，岂不是枉为人母？所以臣妾就派玉麒麟偷偷外出查访。如今所查的一切线索，都是玉将军给的。皇上试想，如果臣妾就是凶手，怎么会找人揭发自己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那你说，到底谁是凶手？这就必须问云儿了。她利用本宫对她的信任，做出这样的恶事，真是天理难容。不过本宫相信，以云儿的能力，绝对不是幕后真凶。她的背后，一定有人给她撑腰。云儿，你说，这个人是谁？皇上，要这凶手招认，不是这一时半刻可能的事情。不过这件事情已经证明王皇后与此无关，还请皇上立刻下旨暂停对王皇后之行刑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这个，请皇上下旨。元修，奴才在。去吧。
是。请皇后娘娘升天。请皇后娘娘升天。母后，行。皇上有旨。等等，小公主一案另有隐情，暂缓王皇后之刑。娘娘，恭喜娘娘沉冤得雪。本宫要在佛堂好好诵经，感谢佛祖，感谢佛祖保佑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啊，是。感谢佛祖保佑，感谢佛祖保佑。母后，姐姐，钟儿，星儿，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爹了。星儿，我爹为什么消失了这些年，又突然出现了呢？他这几年到底去哪儿了？云儿，你这样死撑着是没有用的。倘若你交代不出幕后主使是谁，所有的一切，你就必须自己承担。欺君罔上，是要灭九族的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忠心，就让本宫揣测一下。你已经是本宫的首席女官，在宫里，没有人能跟你分庭抗礼，除非指使你的人身居高位，能给你更多的好处。可这个人是谁呢？能想出嫁祸王皇后和七巧玲珑的招数，必定对宫里十分的熟悉。可他为什么要杀小公主？为了嫁祸王皇后？不对，王皇后向来与人无怨，那要干什么？为了嫁祸本宫？就像刚才一样，让本宫置于两难的境地。娘娘，奴婢知错了，请娘娘饶命，娘娘饶命啊！既然知错，还不快说，究竟是谁指使你的？是长孙大人。长孙大人，你这贱人，居然把矛头指向老夫！老夫若是凶手的话，怎么可能带锦娘过来？这就是大人老谋深算的地方。大人见殿没有杀死锦娘，所以就装作一副伪善的样子，把她带到大殿来，然后给她一副钉板，希望她话还没说完就死在大殿上，这样就死无对证了。滚钉板是规矩，历朝历代都有先例。一般的钉板当然不会死人，可是大人特制的就不一样了。
各位请看，他已经死了。一派胡言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很简单，就是大人在钉板上抹了毒药。回皇上，老臣没做过此事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当初王皇后因为妒忌之心杀了小公主，当时长孙大人便计上心来，正好这个时候锦娘的相公因为打人被发配边关，锦娘来求奴婢，但是奴婢不敢禀告皇后娘娘，也就是当时的武昭仪，所以我带着锦娘便来求长孙大人。大人，求大人帮帮忙。锦娘年过30才出宫嫁人，如今她身边就这么一个亲人。倘若刘大爷发配边关的话，那他们夫妻俩就没有活路了。求求大人，求求大人！你真的想救刘大吗？他犯罪伤人，可以是蓄意，也可以是误伤，都完全在于州官的一支笔。老夫跟你当地的官员还算有些交情，要做到不难。不过，得帮老夫一件事。长孙大人要我们利用王皇后杀死小公主一案，将事情扣在皇后娘娘头上。当时奴婢觉得不可能，可是大人说，他都已经想好办法了，先将甘露殿的宫女都换走，让大家觉得这事里面有蹊跷。你这个贱人，一派胡言！老夫非杀了你不可！皇上，长孙大人，皇上救命啊！皇上，皇上！长孙大人，你的为人朕非常清楚，就算这个贱婢诬陷，朕也会还你个清白。可是说都不让他说，这未免会落人口舌，是吧？继续说。等甘露殿宫女一走，那么就会有人查访到此案，锦娘等人也会被人查到，所以到时引人入局，就可以置娘娘于死地。这说不通啊！如果是长孙大人安排这一切，那他为什么要派人杀锦娘呢？直接把锦娘带入宫不就行了吗？这就是大人高明的地方。如果大人直接把锦娘带入宫，皇上您也看到了，锦娘一个人根本就不足以和娘娘对衡，所以大人要我利用雷和殿，要的就是殿口中的供词。好像有些道理。朕再问你，你跟了皇后这么多年，主仆情深，你怎么可能为了一个锦娘，就出卖皇后呢？这点要是说不通的话，那就很难让人信服你的动机。回皇上的话，长孙大人说了，如果奴婢办完这件事，他就把奴婢接回府中，做长孙府的女主人。你这贱人一派胡言！老夫一生清誉都毁在你手里，老夫今天跟你同归于尽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皇上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把长孙大人带回去，把云儿关入天牢，择日再审。是，皇上。怎么样？吴皇后不是凶手，我早就想到了。不过长孙大人是凶手，实在太出人意料了。什么？哎，慢着，等一下。他怎么会死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有可能是长孙大人用了诡计，在钉子上撒了毒药。不可能，刚刚我怕他太疼，就在钉子上撒了东西。刚才谁接近过他？
已经死了。是元儿。凶手不是长孙大人，而是另有其人。哎，喂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告诉皇上，不能冤枉好人。没想到这个案件扑朔迷离，到最后，竟然是这个老匹夫。媚娘，你放心，朕一定会为咱们的女儿报仇。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臣妾总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。哦，长孙无忌乃是3朝元老，平常谨言慎行，不让人抓到他的把柄，怎么可能为了对付我而私放刘大？又怎么可能许诺云儿要娶她为妻？这实在太不合理了。媚娘，这个世上不是所有事都能用合理来解释的。他伪装了那么久，也许这才是他的真面目呢。臣妾总觉得这里面疑团重重啊！哎呀，媚娘，启禀皇上，明崇俨求见。他来的正好，朕正想看他变戏法呢。宣。是。媚娘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把自己弄得太紧张了，什么都草木皆兵。你应该学会放轻松一点儿。是。我看你也累了，要不，你先回去歇着吧。臣妾告退。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发现锦娘的死另有其因。哦。您看，这个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云儿杀人灭口，长孙大人不是凶手。案情好了，朕老是听什么案情啊、冤枉，头都大。朕现在最关心的是你戏法里的秘密。明崇俨，把这戏法变给朕看看。是。这个戏法叫做变换法，就是不停地换衣服的意思。皇上如果想要自己变，就在身上穿2层衣服，外边那层比较薄，一扯就扯下来了。但是如果想要给别人变的话，同样的道理，将一件薄纱用最快的速度罩在对方的身上。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快呢？这跟皇上之前练的差不多。那快教教朕。是。这下好了，姐姐沉冤得雪了。真是老天有眼啊！可是干爹怎么又出现了呢？他失踪这1年到底去了哪儿？他塞给我朱雀大街御满堂天字号房的字条，是要我去找他吗？可是我又没办法出宫，怎么办啊？眼哥哥，心儿，皇上暂缓了对姐姐的行刑，你知道了吗？我知道。那，你看上去为什么还是不高兴啊？这案子的疑点还是很多，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，我高兴不起来。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，那么多的危难，我们不是都闯过来了吗？哦，对了，正好我有事要拜托你。什么事？御满堂。林重俨，怎么是你？是心儿托我来的。
你是倪军的父亲。当年都怪我太固执，总以为攀龙附凤才可以光宗耀祖。可，我若是把倪军嫁给了你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。是我害了倪军，是我把他送上了断头台。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难道小公主一案另有隐情？当年我奉旨押送一批灾银到灾区去赈灾，路上忽然下了一场大雨，我们就找了一间破屋进去躲雨。可没想到，国丈大人，我们今晚还上路吗？外面下着雨，山路太滑，贸然行路太危险。我看，不如让弟兄们暂住一宿。是，大家找地方休息吧。国丈大人，您看，怎么了？这银车上的箱子都住了，恐怕承受不了那么重的银两。那你把箱子打开，把银子放到其他的箱子里去。是，大人。啊，国丈大人，您看这，快打开所有箱子！是，快！啊，此乃是朝廷封存好的，期间并没有经过别人的手。既然我们识君之路，就要为君办事，把箱子封好，按原路押送。是。摇摆，宫里呢？我逃走之后，一直躲在一个同窗的军队里，暗中查访此事。直到听说了倪军的事，我才决定出面。朝廷下旨赈灾，放的却是石头，又自己派人来劫，这实在令人费解。其实一点也不费解，老夫用了1年的时间，总算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了。重演洗耳恭听。眼下朝中的大局都掌握在长孙无忌的手里。皇上要想夺权，就必须要具备一个前提，那就是钱。只要有了钱，他才可以兑现许多承诺，去拉拢人心。可是，目前朝中的每一笔支出，都要经过长孙无忌的批准。那么，怎样才可以有钱呢？只有一个办法。先下旨赈灾，然后监守自盗，再把所有人统统杀光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可是跟倪军案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想啊，这件事本来做的是天衣无缝，可是后来我逃了，皇上一定会如坐针毡，他唯恐我出面会把这件事情抖露出来，这样的话，他就会和长孙无忌发生正面冲突。所以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了倪军，让天下所有人都认为是皇家负了老夫。无论我做什么，别人都会以为我是在为女儿报仇，妖言惑众。这还不明白吗？那么说，小公主是皇上他自己？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皇上表面上看着软弱，其实他心里非常的清楚。你来查这个案子，未必能如他的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还有，据我的消息，皇上正在秘密地联系各路人马，天下的大权马上就要回到他自己的手里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倪军跟您的事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一个污点。皇上想做一代明君，就一定会抹去这个污点。现在唯一的办法
就是将这件事公诸于世啊。可是就我们几个在说，谁肯信呢？可以去请武皇后帮忙啊。皇上是她的丈夫，哎，小公主也是她的女儿，你不要忽略了一个女人的母性啊。好，我设法去找武皇后。告辞。钟衍，对不起，老夫真的对不起你啊。当年是我有眼无珠，我已经受到了惩罚。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这个昏庸的老人。国丈大人，过去了就过去了。重眼从不想过去，只看将来。您说的事我会去办。哎呀，各地节度使都支持朕亲政，你说这算不算好消息啊？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朕一定要像太祖太宗那样，把大唐盛世发扬光大。那奴才一定竭尽全力侍候好皇上，让皇上龙马精神，龙精虎猛。你呀，不学无术，连个成语都说不好。哎，今天呢，朕跟明崇俨学了个戏法，要不要变给你看看？啊，那奴才哪敢啊？哎呀，没关系，变得不好，最多不用鼓掌啊。哎，是。皇上，皇上，哎，皇上！不用再逼我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了。皇上，嘘。月儿，受苦了。云儿一点都不苦，云儿只怕再也见不到皇上。不会的，你为朕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朕怎么忍心让你去死呢？朕还要你做皇后呢。真的？朕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有皇上这句话，就算让奴婢去死，奴婢也愿意。大人，大人，怎么样？看到有人去偷偷的见云儿了？小人看的是千真万确，小人已经派人把周围全部都给包围起来了。好，做得好。待老夫抓到凶手，一定重重有赏。谢大人。更衣，去天牢。是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朕还有最后一件事要你去办。皇上，请说。等到长孙无忌来的时候，你就用这把匕首插进自己的身体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你看，鱼儿遵旨。呀，不好了，有人来了！皇上，怎么办呀？朕自有办法。你以为朕的戏法是白学的？开门！啊！
人呢？刚才还在这里呢。给我找出来。是，过错。是。长孙大人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你答应过要娶我的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一派胡言，胡说八道！既然你不娶我，我就死给你看！你骗我！不好了，死人了！快禀报皇上去！快点！